做警察的会收黑钱，你不会去收啊，你注定要去穷一辈子。你要娶我女儿可以啊，5万块钱拿给我嘛。那你是看不起我？你他妈的没注意！我叫雷洛，因为拒绝同流合污，被同事嘲笑为傻子。这是公家钱，收下吧。我不要这种钱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腐败已成为警界的生存法则。这种体制性腐败不仅是个人道德问题，更是权力系统自上而下的共谋。1949年，我成功考入警察学校，在黄竹坑历经6个月的艰苦训练后，终于迎来了毕业的日子。几页课上教官的问题让我陷入沉思。如果你的上级贪污，要你一起收黑钱，你会怎么做？我不收。这3个字脱口而出的瞬间，教官的眼神像刀子一样弯过来，嘴角还挂着一抹讥讽。如果你们想做一个好警察，第一，服从上级；第二，认同群众。背道而行，自命清高，他的下场就是要饭。或许真如教官所说，想在这染缸里活下来，要么跪着服从，要么躺着腐烂。窗外蝉鸣刺耳，恍惚间我好像看见未来的自己。毕业后，我踏入了这个腐化成风的香港警界。普通巡警那微薄的工资根本无法支撑家庭的开销，收取规费成了大家公开的灰色收入。面对商贩自愿缴纳的规费，同事们欣然接受，而我却坚持为那2块钱的糕点买单。通常我吃东西都给钱。我至今还记得那个叫猪油仔的商贩，他眼中写满了不可思议。也许他在重新审视我，审视这个他早已习以为常却又充满污浊的世界。和傻九在餐厅吃饭时，听闻他即将跟着严童升职，众人纷纷上前恭贺，而我看着他用那些沾着百姓血汗的钱换来的虚假热闹，只觉得可笑又可悲。小刘，多少钱？不用了，傻九已经付了。不必，我自己付。有人付，干嘛跟钱过不去啊？我嫌他的钱太臭了。陈同探长坐在我身旁，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。你也嫌他的钱臭啊？我是嫌他的人臭啊！无需多言，便已心照不宣。在这污浊的世界里，我们就像2颗孤独的繁星，虽微弱，却依然散发着属于自己的光芒。什么时候有空想喝潮州茶，到刑事组来找我。别客气了。哎，嘎给啷，假得某相干嘛。此后的日子里，我坚守原则，一次次回绝那些灰色收入，却因此遭到同事们的排斥，甚至被恶意投诉。这一次要挂多久红旗啊？还好陈探长多次替我出面解决问题，可我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因为在这个浑浊的环境里，似乎坚守原则成了一种罪过。我和阿霞的感情日益深厚，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。我拿出传家玉坠作为定情信，可他却提议我上门提亲时把玉坠当成彩礼，这样在他父亲面前也不会显得太寒酸。我突然意识到，在这个金钱堆砌的世界里，玉坠不再是母亲的祝福，而是换取婚姻的筹码。次日，我鼓起勇气空手来到阿霞家提亲，我会跟他结婚，你叫他下来吧。结果却被他父亲一口拒绝。原来小卖部常年被收取各种规费，对警察恨之入骨，更笃定我这种自命清高的人没有前途。谁告诉你干警察一定是坏人？我就不像刚才那种警察。那你不但是个坏警察，你还笨。你要娶我女儿可以啊，5万块钱拿给我嘛。这句话像重锤击中我的胸腔，5脏6腑都在震颤。原来在这个世界上，爱情真的一文不值，只有钞票才是通行证。心情低落的我来到陈探长办公室借酒消愁，陈探长的一番话让我更加迷茫。人家看扁你没有5万块钱，你就不会拼命自己去赚的。看着桌上他的配枪，一个疯狂的念头在我脑海中冒了出来。我醉酒持枪来到赌场，想用配枪作为5万筹码，一局定输赢。响尾蛇看到我，绅士给我发红包，我不理会。伸手拿配枪时，他突然发难，将我一顿暴打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无比窝囊。你不去打听一下，我响尾蛇是什么来头？我疯起来，天王老子也照打。陈探长得知我闯祸后，赶来赌场，让响尾蛇赔偿我5万块医药费。此刻我的尊严在肋骨断裂的疼痛中被碾成齑粉。曾以为用配枪赌命是最耻辱的事，可如今连被施舍的怜悯都如此烫手。我本以为有了钱就会和阿霞有个美好的未来，可命运却对我开了个残酷的玩笑。一场大火将一切都化为乌有，阿霞一家全部葬身火海，她也不知所踪。我在废墟中扒拉着瓦砾，指甲缝渗出的血水混在焦土中，像是他最后留给我的眼泪。1952年，在陈探长的大力提拔下，我正式晋升为便衣刑警。为了复仇，我再次来到响尾蛇的场子。这次我不再是任人欺负的菜鸟。又要5万块，你凭什么跟我收啊？我用枪托砸在响尾蛇头上，一雪前耻。不凭什么，凭我现在是刑警，行不行？从那以后，我在这条路上越走越顺。在负责的酒吧里，我遇到一个男子强行对服务员灌酒，我忍无可忍，
出手教训了他。一包面粉从他口袋掉落，他被当场抓现行。没想到他根本不怕，还仗着自己是严童的小舅子耀武扬威。我们把他抓回警局，一顿拳脚伺候。严童得知消息，火速赶来，质问陈探长他小舅子犯了什么罪，还摆出高人一等的样子。但我根本不给他面子。你为难阿叔是没有用的，没事。阿西是我打，我打他的时候不知道严童养的狗可以满街咬人。双方剑拔弩张之际，陈探长开口：严童，你敢动我的马，我就干你的狗！你吓唬我，你千万不要激我！严童看到陈探长拿出枪，也不敢再造次。我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走。不久后，陈探长被提前领取养老金，我被调职到偏僻的沙头角警局。此刻我才明白，这不是警匪片里的快意恩仇，而是一场没有裁判的决斗场。这天警局接到一起大案，我连忙赶赴案发现场。原来是一辆新款宝马被一头母牛碰死，肇事司机竟是大捞家的女儿白月长。我深知这个女人会是我平步青云的起点，于是把她带进警局关押。在一番糖衣炮弹的猛烈攻势下，白月长终究沉沦在我的爱河之中。可好景不长，这天我在帮助一位受伤的老汉时，却被人从背后套住麻袋强行掳走。再睁眼，我们已被带到大捞家白饭鱼的警局。桌子上的钱能拿多少都是你的，从此以后不准你再跟我女儿来往。面对他提出的无理条件，我断然拒绝。娶你女儿，我会靠我自己的本事。我如果没有本事，你就不必把女儿嫁给我。哎，算有人治得住你。看着我离去的背影，他心中似乎认可了我这个姑爷。最终在白月长的帮助下，我总算傍上了实力雄厚的靠山。从此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。为了替我求情，在醒狮大会上，白饭鱼特意邀请严童出席会长之职，并送了厚礼。我有个亲戚年少无知，得罪过你，白老大一句话，怎么说怎么算。严童当场爽快答应，可当我出现在他面前时，他却反悔要离开。原以为严老一言九鼎，原2下就变卦了。刚才你说他是你亲戚，请问他是什么贵亲呢？得知我是白饭鱼未来女婿后，严童只能作罢，答应让我官复原职。白老大，满意了吧？我表面上不动声色，内心却如翻涌的潮水般难以平静。我要用全力打破桎梏，冲破他构建的腐朽格局。有了老丈人在背后撑腰，我的人生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他更是倾尽财力支持我，让我一路步步高升，成为和严童平起平坐的探长。陈探长来电祝贺时，他想不通我为何新官上任就废旧立新，制定各种规矩，弄得坊间人心惶惶。其实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，你看着好了，早晚全香港都会学我。我让各路大佬都赚得盆满钵满，他们不再为抢夺地盘打打杀杀，手下警员也按级别分配规费。不出所料，在我的管辖区域，连续3个月没有发生一起刑事案件。在会议中受到警务处长的高度评价，反观严童却被处长斥责管理不善，他所管辖区域社会治安混乱。紧接着，处长公布了油尖区探长的退休通知，将在现任探长中选拔一个晋升，最有可能的就是我和严童。面对香港油水最多的一片区域，我们明争暗斗，各自打着如意算盘。为了坐上油尖区探长一职，他请来了香港各界大佬商讨，其中就有柏豪和马氏兄弟。各路大佬到齐后，严童开始给他们画饼。如果你们支持我呢，我保证你们的烟摊全部可以重开，然后再坐下来研究怎么个发展。但只有几人表示愿意出钱出力，马氏兄弟更是当场起身离开。严童询问缘由时，小马表明了与白饭鱼的关系。虽然谢哥在一旁替严童说好话，可马氏兄弟根本不给他面子，坚持离开。这时柏豪也站了起来。等你正式坐上了油尖区的位子，我们再慢慢聊。既然得不到2位大佬的支持，严童只能另辟蹊径。为了做出成绩，向上司邀功，他吩咐手下在1个星期内把所有积压案子都处理完。为了提升破案率，甚至花钱找人顶包，而我却悠闲地和夫人看着大戏。台上的热闹更像是严童如跳梁小丑般的垂死挣扎，同样也是为了庆祝我胜利的赞歌。